这布料颜色真好看。不过二爷，我们俩的婚事不要再继续了。这个布料，你留给其他人吧。是因为魏先生，还是因为那件衣裳？二爷，你其实不用为我做这么多。淑芳，你是个好姑娘，我们是有婚约的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的婚事永远作数。哪有什么婚约啊？我们又没白纸黑字写下来，以后别提什么婚约不婚约的事。我要去嫁给一个我喜欢他，他也喜欢我的人。咱俩别互相耽误。好。魏先生，药要趁热吃。淑芳，我去跟二叔说，我跟他说明白。大奶奶，府里人多口杂，大家都知道那个衣服是我做的。我不想让二爷被大家嘲笑，我不可以那么自私。好姑娘，是我连累你了。不是。二爷，二爷，你去哪里呀？不要这样了。楚墨，你二爷我仁义，是个好人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当然是特别好的人。所以，我要为淑芳姑娘做点事儿。啊！淑芳这回是真心喜欢上了而已。你呀，就是灯下黑，到现在才看明白。二爷对淑芳姑娘不是没有感情，只是这其中夹杂了责任、愧疚和太多其他的东西，所以他们的婚事不用着急，缓一缓，也许会更好。一个淑芳，一个巧儿，他们从小跟着我长大，我待他们都跟亲妹妹一般。可是现在，因为我的事，我对不起他们。月老给每个人都牵好了红线，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。大嫂，你吓我一跳！
你躲这儿干什么呀？我想请大嫂帮个忙。什么事？大嫂，淑芳是不是在偏院住下了？是。淑芳是个好姑娘，就是有些傻气。她现在跟魏先生无名无分，孤男寡女住在一起实在不合适。大嫂，要不你跟魏先生说一声，好歹给淑芳一个名分吧。任如风，淑芳是什么样的人，心里边想什么，你还不清楚？你和他的婚约是你们自己的事儿，不要再把无端的人牵扯进来。魏先生变成这个样子，还不知道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。淑芳是个有主意的姑娘，她知道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，不需要你满嘴仁义道德的来替她安排。好了，原来我的画像长这个样子的。换做以前，我还会给这画作上色彩。只是现在我明白了，最简单的才是最美、最真实的。我的心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平静了。我总觉得我一生下来就已经很老了。遇到你之前，我的心总是一片的死气沉沉。翠西，谢谢你，能遇到你，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了。是你让我知道，在这世上，有人虽然经历那么多的人心丑陋，内心却依旧温柔善良。我没你想的那么好，我只是努力的在做一个好人，一个众人眼中的好人。我懂。市井里那些关于沈翠喜和梁公的谣言，是出自师兄之手吧？你输了。师兄，我听说朝廷派人来查漕运和河工的账了，你那边没事吧？
我是苏州织造，漕运河工，与我何干？我父亲当年做苏州知府的时候，就挪用过漕运的影子。我听说，师兄的老师高大人，在京城广结权贵，出手都是大手笔。师兄这些年坐拥江南重镇，拥有这么多的财源，一定没给他老人家少上供吧？师妹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曾家是怎么败的？我父亲是怎么死的？我现在过的又是什么样的日子？师兄是最清楚不过的。师妹，宦海沉浮，身不由己。得些好处，就尽早收手，保个平安吧。师兄，师兄慢走。回吧。姑娘，姑娘，没事，只是突然想起年少的时候。原来仕途荆棘真的会让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。走，我们去找沈翠喜，让他盯着李兆。如果我这个师兄继续执迷不悟，这回他急了，就一定会露出马脚来。来啦！梁公气色不错，你把梁公照顾得很好，有心了。突然来有什么事吗？都别站着了，过来尝尝我煮的果茶。这是什么？底报。底报。底报是朝廷传旨朝政的文书和一些官场信息的文钞。用丁荣潘养你的方法虽然失败了，但李兆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得想办法应对，否则梁公也无法安心养病。在这些底报里，就有可以反制他的方法。怎么说？李兆本不是一个贪财之人，可是对敛财却如此上心，这里面一定有缘故。而他的所作所为，在这些底报里，都露出了蛛丝马迹。李兆到任苏州织造9年，你这是翻了多少底报啊？其实没什么，这些我都是从小看惯了的。让你费心了。我是为了梁公，你不需要向我道谢。哎，
苏州织造府早在前朝便已设立，后因战事频繁，也就废弃了。9年前，李肇受命重振织造府。他到任的第1年，丝价就上涨了2成多，很多织户买不到生丝，交不上税，吃不上口粮，不得不卖儿卖女，或者卖身入织造府苏州堂为将。他几乎没花什么力气，就将苏州堂扩张了2倍有余。你看的这第1份底报，是一份公文钞，上面记录了当年因为李肇办事得力，得到了天子亲口嘉奖。刘师爷，在。还记得我们当年第1次到苏州堂时，这里衰败不堪的样子吧？当然记得。若不是大人当年的一番运作，哪有如今的苏州堂？只不过炒高苏州的丝价，卖去南洋的行为太过冒险。若不是人家坏事，违背禁海令这样的事儿，本官又怎么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去做？他到任那年，只身前来，身边没人，又没有余财，怎么就搅动了那么大的风波？我和雪堂因此还商议过了好几次。你看看这份。漕运延误，京师无法支付官兵粮饷，兵部侍郎高大人奉命化解，转危为安。这个高大人博学多才，不到20岁就入朝为官，宦海沉浮40载，深得圣上宠爱。而李肇呢，自登科以来，就一直是以这个高大人的门人身份在官场行走。一个在京城，一个在苏州，2个相隔千里的人，就算是有瓜葛，也证明不了什么呀。那你再看这一份，皇上派人彻查漕运延误案，最后呢，以河政废弛、年久失修，以致影响漕运而结案。这些年的确一直在修缮运河，不错。而这一本呢，是当地文人写的《平江从残》，里面记录了一些当地的遗文旧事。这里面记载，因漕运帮丁的帮营缓发，很多帮丁生计没有着落，他们就闹上了漕运衙门，堵塞了运河。这就是漕运延误的原因。李肇联合漕运衙门，挪用了漕运。李肇办的这桩事情，一定牵扯了不少人，才能让身上金牌的钦差帮着他把这件事情瞒下来。挪用漕运银子，操纵生丝价格，逼迫织户破产，才被收入织造府所用。这一环扣一环，但凡有半点差错，他都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他赌得太大了。若不是赌性那么重，他又怎么能坐上织造这个位置？织造这个官职看上去没什么实权，既不能管政事，也管不了任何官员，但他是圣上派驻在江南的眼睛和耳朵，所有折子都能一路通天。大人，京城来信。京城那边都研制妥当了，只要在半年之内补上亏空，就都没事了。半年，时间太紧了，这可是好大一笔银子。得想办法找钱呐。丁荣如何？丁荣现在倒是落魄得很，只要大人施以恩泽，他断不敢像从前一样手术两断。好，
再看看这儿，记载着漕运帮营年年都在增加，江南各地苦不堪言，民怨沸腾。而增加帮营，就是你联合几大支家建立总账房那年开始的。你利用总账房平抑了私家，让李肇手里的生丝砸在了手里，所以他开始对你下手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总账房不但没倒，反而你还复原了双面客，振兴了人家。所以这些年，他只能靠增加帮营来弥补亏空。他们到底是挪用了多少银子啊？这么多年都还没有填平吗？可能不但没填平，反而这个亏空还越来越大。织造府明着是个衙门，其实它就是皇上的小银库，所有不好出账的开销，在织造府都能抹平。这些年，圣上数次下江南，每次建行宫，所有人员的衣食住行所有费用，都是由两江总督、江苏巡抚、苏州、杭州、江宁3大织造府筹措办妥的，所以这个亏空只会越来越大。江宁织造府已经连着好几任织造活活累死。作为苏州的织造，李肇，他能不怕吗？他表面上之前还能与你客客气气的，但是突然之间，也不顾织造衙门的颜面，处处刁难。如果情形不是严重到一定程度，他也不至于此。这一份底报里记载着，半年前，皇上派人监察户部为朝廷集财，此令一出，各地的官员为之胆寒，都在埋头处理亏空。清理亏空，若是查到漕运衙门，李肇他们办的事情就瞒不住了。所以这些日子他方寸大乱，行事也越来越不择手段。我估算过李肇手里囤的生丝数量，那是一个庞大的数字。这些年总账房将私价压得死死的，他手里的生丝并没有卖出去。想要填平那笔漕银亏空，太难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机会。我写了一封命令信，只要把信派人送到户部，将漕银的事情抖出来，那朝廷就一定会派人来查。到时候，李肇他自顾不暇，哪还有时间来烦扰你们？若能去此督筹，苏州百姓便可大安了。这封信应该是一击必杀的利刃，不能成为打草惊蛇的闷棍。你方才说的那些都是揣测，并无实据。若真的报到户部，也不见得能治李肇的罪。你比我更懂官场，更明白其中的道理。人赃并获，再去告状，方能见效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查抄他的罪证，但奈何李肇狡猾如虎，一直都找不到实证。不急，李肇手里的生丝总是要出手的，只要他一出手，定会露出马脚。崔喜，你想要做什么？你方才不是说，户部再过几月就要清查亏空吗？若到了那个时候，知府衙门再加以巡逻。让知府衙门派人加紧巡查城门和运河。这任大奶奶又是得了什么信儿？我听说张彪回来了。张彪，此人当年外逃，我一直想把他捉回来。如今听说他在江南各地活动，还请大人帮忙，免除后患。
本官知道了，多谢大人的报信。本官这就安排巡逻使。多谢大人。嗯。魏先生，巡逻已经开始了吗？今天已经开始了，如果顺利的话，应该今天就会有结果。您先把药给喝了吧。魏先生，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别告诉大奶奶。勇哥，今天来晚了些。哦，运河上多了几艘巡逻船，躲避他们花了点时间。哦，货呢？你放心，都备好了。愣着干什么？上货！勇哥，一路辛苦了。不用客气，以后都是自己人了。哎，别走。勇哥，官兵来了！站住！官兵，站住！快走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大哥，有开啊！快跳吧！快点！走！干嘛？追！这边！这边！这边！给我追！都给我拿下！别跑！站住！看看那边，这边走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水匪里没有张彪。没有，下面的人严审了被抓的水匪，可他们说根本就不认识张彪。卖丝的人抓到了没有？没有，大人，这可是大案呐！没想到这苏州城里真的有人违背禁海令。任大奶奶不会无的放矢的，她忽然请我去巡逻，必定有因啊。有句话，学生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先生请讲。任大奶奶素来与织造府是水火不相容，大人与织造府的李大人又是井水不犯河水。可是近来我瞧着，这双方渐渐地打出了真火。任大奶奶又是织造行的总账房，这整个苏州城里跟织造相关的丝造坊、僧农无不仰赖她。她能不知道谁在偷买生丝吗？她让大人去抓人，只怕这偷买生丝的就是她的对头。你是说织造府牵扯其中？十有八九。若真是织造府牵扯其中，那就是震惊江南的大案。李昭任苏州织造这9年，日子过得这般豪奢，其中必定有什么缘故。大人，您可别忘了织造府是干什么的。不打紧，只要人赃并获，李昭也只有当棋子的份儿。你派人加紧巡逻，谁能抓住实证，本官重重有赏。是，学生这就去办去。曹文斌，大人息怒，
只是抓了几个小喽啰，丁荣和刘勇不也都跑了吗？他们两个跑了有什么用？曹文斌查得这么严，我们上哪儿去变银子出来？大人，我觉得行了，你先下去吧，回私造房安心过日子。记着，别叫人看出端倪。大人，小的明白。大人，这些年，曹文斌全靠两江总督支持，我觉得您再去一趟江宁，得有人出面压着他点，不然他会一直给我们找麻烦的。明日备车出城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大人放心。大奶奶，李昭往江宁去了。我把做好的衣服给魏先生送过去。嗯。我派去江宁的信使，连同最近收集到的证据，都已经在路上了。很快，江宁的官场就会知道李兆办砸了差事，他攀附的那些权贵，怕是要好好想一想，还要不要继续留下他。这一次，够他喝一壶的了。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？是不是觉得我对李兆太过心狠手辣？怎么会？是李昭比你太甚，也能要求你总是退让。我只是喜欢看你锋芒毕露的样子，比你平时克制着性子的时候更好看，更真实。你喜欢我锋芒毕露，可世人都喜欢温柔娴雅的女子。我的嫡母潘氏，人人都说她宽容大度、温柔娴熟。可是我知道，她活的是那样的痛苦。她强压着本性，饱含怒火的欺凌身边的弱者，这样扭曲心性的温柔大度，在我看来是那样的丑陋。这世间有爱，有恨，有仇，有怨，世人皆苦。每个人活在这世上都是艰难求生，自然也该各自有不同的脾性。你心存善良，是李昭逼你太甚，也难要求你总是退让。你总是那么体谅我，合适吗？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小时候在船上，天天都能听到海浪的声音。你小时候住在船上？嗯。我和爹爹在海边打鱼为生。我从小就跟着我爹出海打鱼，生活虽然清贫，但也自在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你是怎么来到人家的？后来我爹娘相继生病，家中的物品点卖耗尽，生活难以维系。爹爹去世的时候，给了我这枚戒指，说他曾经救过仁福老爷的命。这个戒指就是信物，让我去人家求助。仁府门口怎么站着个小姑娘？怎么没有人接她进去啊？一个人站着，这里边还挺喜庆的呢。哇，
今天的月亮好圆呐。停轿！你怎么站在这里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吴淑芳，你别碰我，你别害怕。你是找人家有事儿吗？我可以帮你。我是来找人家老爷的，我爹救过他。啊？你爹救过人家老爷？那你就是人家老爷恩人之女。嗯。走，我带你进去。曾小姐，没想到，竟然是姐姐带你进了人家。我和宝琴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了特别的缘分。我是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不懂规矩，也不懂得琴棋书画。初见的时候，在学堂面前，在宝琴面前，我都自惭形秽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学会了克丝，只有克丝才能让我心里更加的平静和喜悦，甚至觉得我能创造天，创造地。小兰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淑芳姐姐，大奶奶陪了魏先生一整夜，魏先生都唱了一宿的戏了，我听他嗓子都哑了，但没敢进去打扰。难道你不劝劝魏先生？他的身子怎么经得起这样耗啊？随他们去吧。有些事情啊，不在人有精神的时候做，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总在院子里待着，是不是闷得慌？你要是喜欢出来，以后我们就经常出来走走。我不是喜欢出游，我只是喜欢看着人来人往的烟火气。遇见你和姐姐之前，我是厌世的。厌世？是啊，我一直沉浸在杨青去世的悲伤之中，觉得是我害他早亡，恨不得早点糟蹋完自己的身子，好早点去见他。可是有时候，我看到这世上还有那么多人艰难
却努力的活着。我又觉得，我或许应该活下去。幸好，我还有这么点念头。然后遇到了你和姐姐，让我看到了这世上还有那么多的美好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我只恨自己没有早一点遇到你。姐姐让我明白，人无论怎样都要活着，而你让我知道，人还可以这样活着。这世间对女子的束缚如此之多，你和姐姐都能这样活，而堂堂一男子又岂能颓废沮丧？即便是这样吃了，翠喜啊，我都要跟你好好的过下去。我们一起看过冬日的腊梅，还要在一起看春花盛放。会的，很快就会重回大地的。乖，等娘卖完瓜子，回家做饭给你吃。瓜子，瓜子啊！淑芳，把他的瓜子都买下来。是，再把这个衣服也给他。瓜子，卖瓜子嘞！瓜子我们都买下了，把这衣服你也拿回去吧。银子给你。多谢姑娘。来，女儿，跪下。多谢姑娘的大恩大德。敢问您家主人是谁？还请告诉我，我回去和大家说说他的菩萨心肠。不用了，赶紧带孩子回去吧，好好生活。谢谢姑娘。你做了好事，为何不让淑芳透露姓名？比起良善的名声，我更适合厉害的名声。再说我买他的瓜子，怎么就是做好事了？我跟他都是一样，都凭手艺吃饭。我没有做好事，他也不需要我救济。翠喜，我终于知道为何是你，而不是其他人搬起了总账房。我没想这么多，我只想着私价不能大起大落，那样3户和支户都会没了饭吃。我知道我挑头做了总账房，肯定得罪了织造府的人。可是不试一试，我总觉得对不起这些年来人人都称赞我的那句“苏州克丝第1人”。你招砸的不仅仅是人家一家的饭碗，可是最后却是你一个人承受了他全部的怒火和报复。翠喜，你真的太不容易了。李照不是很快就要被我们赶走了吗？翠喜，我们就只有这一季的花开吧。不要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珍惜眼前人，珍惜此时此刻。我们在一起，就是一场美梦。我只盼着这场梦能够安详、宁静。
星滑落在湖面，烟雨吹散了思念，油纸伞下的脸，仿佛依旧是少年。梦里你的容颜，断断续续在浮现，好想回到从前，醉了我倒在水边。相见时多么依恋，缠缠又绵绵，鸳鸯蝴蝶看不见，多美的人间。我欲乘风飞上九重天，不经历万万千千。若此心不变，死了也甘愿。这件事如梦似烟，真假太难辨，爱得太深，痛得甜，绝不是敷衍。心事山中碧落下黄泉，相逢中断了线，等不到春天，白发染红颜。春天来了，你的鸳鸯戏水也快完成了。这是鸳鸯，也是我们。读书人说的三不朽，我不期待。可是，和你在一起的不朽，却是我所期盼的。现在这样真好啊！在这么美的春天，翠喜陪着我。墙外的桃花开了，运河的水也变绿了。明天会是一个大晴天。翠喜，你明天陪我去河边走走，我们再去桥洞底下听一次闲话，好不好？这世界还有那么多的美好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
魏良公，魏良公。相公，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送好先生最后一程。你快回去吧，让外人看见了不好。走吧。是。大奶奶，我们回去吧。小兰。
淑芳姐姐，大奶奶一直这么不吃不喝的，身体怎么受得了啊？再给她点时间吧，让她也缓一缓。真的会好起来吗？放心吧，会好的。吾姐保情，弟严父早亡，嫡母以家祭为由，受生母于青楼。幼若蒙昧，未知母之所在，亦未明母之所苦。子失其母，母失其子，不胜哀哉。今弟病入膏肓，恐命不久矣。生时未能倡议，死后何妨乖张。嫡母居育之恩，此生已报。生母怀胎之情，当以死偿之。呜呼！大道本无身，视身若敝履。今想从生母于地下，得尽此生未能尽之孝，实乃弟毕生之心愿也。生者无悲，弟求人得人，得其所在。淑芳，你先去祭棚守着，我会尽快赶回来。小赖，帮我换了吧。最近家里事多，没能及时给大人请安，该死该死。大奶奶太客气了。这是今年的年礼，专门孝敬太太的。哎呀，大奶奶太客气了。请坐。哎呀，我还以为大奶奶最近府上事情多，分身乏术呢。没什么事能比大人的事要紧啊。大奶奶果然是可以托付大事之人。大奶奶，李兆去了江宁，您可听说？恐怕是要给我惹麻烦去了。竟有此事？我和李兆这番恩怨可全因大奶奶而起。今年又是我的留任之期，若有风波，大人若有需要，我人家定当竭尽全力。好啊，那就有劳大奶奶了。过几个月，小女就要出阁了。大奶奶的客司刺绣是苏州一绝，稍后还请大奶奶去当后宅，为小女挑几样好的料子。恭喜大人，民妇定当竭尽全力。嗯。督住！跪！未日两公，入我人府，为我蒙日，救我弟子，转让人言，人府让下，终蒙效委。大奶奶有事？哦，没事。来，这边请。我这闺女啊，
是和老爷中举那年生的，从小就娇贵，也赶上了好时候。不是我夸张的说，就从来没有下过床。江南的女子以不沾地为贵，很久都没见过这样的了。没想到曹小姐还能养成这样，可不是嘛。娘，她是谁啊？这位是清月坊的任大奶奶，她带了些料子给你做新衣裳，你可喜欢？过来坐呀。幺娘喜欢你，她这个小床可金贵了，她不喜欢的人连碰都不让碰。来嘛。坐。见过曹小姐。你喜欢我的小床吗？这床精妙过人，看来是花了不少心思啊。是啊，这是我爹爹特意为我定制的。有了这小床，我真希望一辈子在上面不下去了。你出嫁的时候，这小床也是要跟着过去的。大奶奶别担心，肯定能赶上的。苏州人夫，送魏先生一程。启灵，启灵。人的话语可以伪装，但心却不能伪装。缂丝是心血之作，一丝一线都是心之所向。你的这幅鸳鸯戏水图，比我的好，满满一个情字。早知道要这么痛彻心扉，才能知道一个情字。我宁可不懂。
以罪解千仇。来，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。梦里有一个人，疼你，爱你，懂你，真是一场美梦。只可惜美梦总是不长久。人的命都是老天爷给的，长、短都不由自己。你没辜负他，他没辜负你，这便够了。哪里是我没有辜负他，是他替我想太多了。为了顾全我的体面，为了不给我添麻烦，他受了太多的委屈。可我呢？很抱歉，我爱的人死了，他死了。他死了，我都不能痛痛快快的为他哭一场。这么活着还有意思吗？这些话你今天跟我说说就行了，以后都别再说。要是让旁人听了去，你是不想要命了。梁公都走了，我还拿命来干什么？我恨不能跟他一起走。别胡说，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清乐坊、总账房，还有血堂的事。血堂的事情还没有了，李昭还在江宁逍遥法外。够了，为了人家，为了这些所谓的责任，够了。任学堂是你的男人，为他报仇是你的事，我守着梁公就好了。可梁公也一定希望你能好好的活着，对吗？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沈翠喜，你从一个渔家女，到人家的当家主母，到苏州织造业，成为那个了不起的女人。姐姐，你比谁都坚强。我没有那么坚强。你有。我没有。你有。没有。你有。振作起来，好好的活着。将来，如果到了地底下，你才能跟梁公说你活得很好。怎么样才算活得很好？啊？做你想做的事情。恭贺清乐坊河东分部开张大吉！
开业大吉，财源广进啊！今年的账都盘出来了吗？大奶奶，已经出了80%，但利息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。好，今年送去衙门的年礼要比往年再多上1成。是。大奶奶，这些料子真好看，都是曹小姐的嫁妆吗？嗯。曹夫人的爱女之心，真是倾尽所有。我什么时候才能和大奶奶一样，织出这么好看的花纹啊？你看这朵花，像是活的一样。只要你肯静下心来慢慢学，总有一天你就会做到的。真的吗？大奶奶肯教我？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你要有这个天赋，有缘法，我是不会拦着的。哇，这花纹真好看。任大奶奶果然能干，怪不得我父母都满口称赞。小姐喜欢就好。任大奶奶亲自做这批衣裳，幺娘嫁妆总算是压箱底儿了。还有太太和曹大人的也都准备下了。我们都有啊。所有府上的下人也都备下了。曹大人照拂我们清月坊多年，爱女出嫁，我们清月坊自当竭尽全力的。大奶奶，你太有心了。太太喜欢就好，你看看。幺娘，大奶奶一出手，你的订婚宴定是无人能及，你还不谢谢她？谢谢大奶奶。都是民妇分内之事。要不我试试？来，这颜色，这花纹，你还喜欢吧？喜欢。好看吗？嗯，好看。老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任大奶奶给你做了身新衣裳。你看，你看看这面料，那可是清月坊不传之秘的双面刻。清月坊的不传之秘？嗯，是啊，有了这双面刻，我家女儿的嫁妆总算是拿得出手了。我现在就盼着她的订婚宴，好让安庆王知府晓得我们家的体面，免得他们老说我们是不懂规矩。哎，夫人，说真像你所说，幺娘的嫁妆全都是人家的双面刻。哎，别说安庆王知府，只怕我们曹家也会名动江南。不就是几件衣裳吗？你可不知道人家的双面刻。哎，外面人钻山打洞也就只能得到1、2件而已。幺娘是有福气的，用的全都是清月坊的精品。他们人家这可是下了血本的。老爷，你可是苏州知府，他不巴结你巴结谁呀？嗯，你想想，你当知府以来，我是没睡过一个好觉，天天提心吊胆的。我们年年拉亏空，还好碰到了人家。你说，人家大奶奶是不是我们家的女财神啊？你可不知道这娘们儿，你不知道她给我惹了多少麻烦。千里当官只为财，她帮你谋财，你帮她办事儿，不是很应该吗？再说了，你是苏州知府，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儿。好啦，来来，衣服吧，来嘛，试试，试试，来。哎呀，这个。虽然为曹小姐准备嫁妆，我们垫了不少银子，可就在订婚宴之后啊，有许多闻信上门的宾客，
在曹知府为大奶奶扬名之后，慕名而来的客人就更多了。所以这个月，光是我们苏州总店，利润就上涨了50%。现在我们清月坊的名声可是整个江南最响亮的，之前还是4大之家齐名，现在就连赵掌柜他们都亲口承认，如果我们人家说是第2，那就没有人敢称第1了。客人多了，你们就更要好好招待，可别手忙脚乱的怠慢了客人。是，小的一定会办好差事。可是这账呢，能不能请淑芳姐姐早一点来看看？还有二爷，家里正忙着呢。淑芳受伤了，就让她在家里好好歇着吧。二爷也有二爷的事儿，你想学做掌柜，遇事就不能指望别人，总得自己撑起来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不是和那个人玉的如意丫头要好吗？这几个月怎么没见你过去走动走动啊？大奶奶，其实我和如意，我们现在已经……你突然从家里出来到清月坊做掌柜，是为了她吧？既然喜欢，就不要放弃。只要活着，就算是遇到再大的难处，2个人携手，总能过去的。淑芳姐姐，小兰，大奶奶刻了多久了？每天早上起床就过来刻，已经刻了3天了。除了盘账，其他的时间都在绣坊。大奶奶的刻字图太好了，曹小姐的订婚宴后，所有人都抢着要大奶奶的织品、绣品，而且就点名要1年内的。看来大家还真是有眼光。大奶奶现在刻丝品啊，跟之前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？不都是大奶奶刻的吗？技法一样精湛啊！大奶奶现在的心境啊，完全不一样了。等你再长大一点，自然就会明白。对了，你最近跟大奶奶跟紧一点，她最近一直在刻丝，不要让她这么辛苦。要有什么事，你来跟我说。放心吧，淑芳姐姐。走吧。姑苏自古繁华，无人聪慧好雅，善仿古法。海内僻远，皆晓游之。苏州百工织造之名最盛，苏绣缂丝为海内第一。今有人审视复原双面刻，存亡绝世，公母大焉。姑娘，你刚刚讲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疯了。
姐姐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人家不过是商人，士农工商，商牌最抹。不但逢人要陪笑，财不露白，更重要的是做人要低调。你如今太过高调，还让世子为你复原双面客树碑立传，锋芒毕露。你这样会害了你自己，也会害了人家的。你的胆子何时变得那么小了？我们做生意的，历来都是雪中送炭者少，锦上添花者多。你也知道雪中送炭者少。如今李昭在江宁，随时都可能回来。曹知府亦是虎狼之心，两头恶狼环绕着。秀山又太小，不过6岁，如今人家根本就是无根飘萍。你应该收敛锋芒，待来日，如果秀山举业有成，到那时候人家再扩张家业也不迟啊。你怕了？没想到曾宝琴也会怕的那一天。我不是怕，我只是知道这个世道对我们女人有多么苛刻。娘，娘，你听我说，琴儿，我们家完了，你进过牢房，以后还会被发卖出去，为奴为婢，受苦受罪。娘舍不得你受罪，娘，你可能真的要救我，娘，我不想死，娘，你松开手，琴儿，你不要怪娘，娘也舍不得你这如花似锦年纪就走了。可是你若活着，这以后的日子就生不如死。娘，我想活着，我不想死，我只有活着，我才能见到学堂哥哥。傻孩子，你真是傻孩子。人心都会变的，他护不住你，娘也狠不下心来。以后你可怎么办呀？娘别怕，我们不会死的，我们会活着，我们会活着出去，我们不会死的。娘，娘，哟，怎么又拖出几个？这个是怎么了？耍性子，不好好接课，给妈妈脸色看。妈妈下手重了点，不小心打死了。哎呦，这妈妈也真是，转手卖窑子里，多少还能挣点回来，就这么打死，这不浪费银子吗？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
赶紧走啊！这就是新买来的官家女。是。来，让我瞧瞧。倒是个可造之才，官家女。刚才拖出去那个也是。你说，好好一个人才，他怎么就学不会在我们行院过日子呢？逼得我不得不出手调教。你不会倔起来让我为难吧？妈妈说的对，我都听妈妈的。哼，你倒是个伶俐的。说说吧，你都会些什么？我会弹琴，我会写字，会画画。会的还不少，倒是个乖巧听话在的。小时候，老爷总说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小姐全忘了吗？我没忘，但是五儿你也知道，在牢里，我跟我娘发过誓，这辈子不管有多难，我都要活下去。我只有活着，我才有机会再见到雪堂。小姐，你别傻了，我们现在是行院女子，任雪堂，她不会来了。她会的，我相信她会的。可不得给你买张。妈妈，这次新来的姐姐好像挺让你省心的呀。不错，算是你买对了人。这丫头会看眼色，是做头牌的料。记你一功，回头去账房领赏吧。妈妈，她来了。妈妈，曲儿弹得不错，就是弹得太正，太庄严。你既然已经到了行院，就得学着弹行院的曲儿。明儿我给你找个师傅来，你跟着他好好学曲儿吧。是。往后啊，你最要乖乖的听话，妈妈我会培养你做花魁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你在行院的日子会比你想象的好过许多。姐姐，你如今就在仁府，安心的做你的当家主母，好好的活着。不该出的风头就不要去出，锋芒太露，招来太多觊觎，对你对人家都不是好事。梁公让我好好活着，所以我要活出个样子来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不过现在我不需要了。曾宝琴，你曾经失去的，我全都会还给你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大奶奶，我觉得曾小姐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
你想过自己要过什么日子吗？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想好好和大奶奶把缂丝刺绣的技巧学好，将来找个府里的老实人嫁了，好好过日子。那大奶奶你呢？以前我也没想过，只是现在觉得规规矩矩的日子过太久了，太累。我想要看看自己若随性一些、畅快一些，能活成什么样子。这是二爷的鸟吧？大奶奶，您已经很久没来过这儿了。从前不敢来这儿，是怕触景生情。现在想明白了许多事，便想过来再看一眼，只当是祭奠曾经。贤妻翠璽，赐汝与归。贤良端谨，家门庄肃。吾与汝，却多有亏欠，心中难安。吾思虑再三，男子生于世间，当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当会会见，展情思，妥善安置曾氏，不负令汝神伤。保你一生安泰。大奶奶，您怎么了？这封信，这是大爷留给我的信。大爷在信上说了什么？大爷不是深爱的曾小姐吗？为什么会留这封信？他不怕她看到了之后伤心吗？他自然还是爱着曾宝琴。他感激我为人父做的一切，所以承诺我一生安泰。他留下这封信，不过是为了安慰我，挥剑斩情丝。怕是连他自己都没想明白，他的情始终还在曾宝琴身上。越是情深之人，越是伤人最深。薛堂，我以前不明白，现在我反倒愿意你是那薄情无义之人。情深也好，情断也罢，那都是你跟曾宝琴的事，与我无关了。我们三个人兜兜转转，曾经错配姻缘，曾经你死我活，也早该结束了。曾小姐，大奶奶请您过府一叙。她既不想听我的，如今又来请我做什么？
曾小姐，书院无礼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说的对，我是人家的主母，要为人家打算，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，所以把你请来，是有事要商议。请？有这么请的吗？礼数周全的请，你肯定不会来。你觉得我做的事对人家不好，那么就请你亲口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。曾宝琪，你有没有这个胆子？你是想让我进人家？我说过的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进人家的门去当姨奶奶。我请的是曾小姐，不是曾姨奶奶。当年我要进人家的门，你不让，现在你又逼着我进人家的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此一时彼一时。书燕，带曾小姐去西院暂住，以后她院子的事儿就交给你负责。是。曾小姐，您请进。你这是彻底倒向大奶奶，又为难我们家姑娘了。我怎么可能会为难你们家曾小姐呢？如意，其实大奶奶她并没有恶意。这深宅大院多的是折磨的让人生不如死的法子，你知道吗？如意，大奶奶她如果真想对你们做什么，我绝对会拼死救你们出来的。拼死？是，大爷待我恩重如山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坐视曾小姐落难的。更何况，还有你。够了。你能这么说，还算你有点良心。想好了吗？秀山是我的儿子，你不能阻止我与他见面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除了不能出人家的大门，人家其他的地方我进出自由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不是什么曾姨奶奶，我是曾小姐。这3点我都答应。姐姐，你不可能关我一辈子，我迟早是要出去的。你想把人家这一摊子扔给我，自己图清静，我不答应。你是秀山的亲娘，这是你的责任。可是族谱上不是这么写的，族谱上，你才是他的母亲。姐姐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在做决定之前，一定要多想一想，想一想人家这一大家子人，不要一意孤行。走。儿子拜见母亲，给母亲请安。快起来吧，快起来，给你的娘亲磕头请安。
儿子拜见娘亲给娘亲请安。快起来，孩子。你娘是个才女，学问好得很，不会输给你的冯先生。以后课业上有什么不懂的，多问问你娘。母亲，你是说以后我可以经常去见娘亲吗？以后你娘亲啊，就跟我们住一块儿了。娘亲，我很开心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跟秀山在一起，娘亲也很开心。既然进了人家，就要学人家的缂丝之道。姐姐的意思是要教我缂丝？你忘了，我是会缂丝的呀。你以前学的缂丝只是聊以消遣，我现在要教给你的就是人家传承数百年的缂丝之道。净手。人家在苏州经营清月坊已有200年，历代祖先搜集的精品织物都在这儿。缂丝一道，只有亲手触摸过这些名家名作，揣摩过上乘的技法，才算是真正的入了门。这200年的积累，就是人家的底气所在。缂丝传承1000年，不但创作耗时费力，前后的工序更是繁琐，养蚕、缫丝、种染草、提炼染料，20多道工序环环相扣，缺一不可。在每道工序上，我们人家都有独到之处。我们1年养3次蚕，春蚕、早秋蚕、晚秋蚕。夏日不养，因为天太热，蚕容易生病。我们人家能养出寿蚕，寿蚕吐丝更细，织出的纱更轻薄。怪不得人世蚕艺纱名冠苏州。缫丝要注意用水，以水清为要旨，山水不如河水，止水不如流水。我们家一般引用太湖的水，得出的丝细圆匀紧，白净柔韧。上好的染草都是精心伺候长大的。我们人家在城外还有几10亩种染草的水田，这样才能保证清月坊的染料供应。此外，还要雇专人去开采染料矿石，一些稀有的矿石甚至要寻访经年才能找到。这蓝靛是用蓝草和石灰混合制成，这紫红是用紫草和明矾媒染制成，这绯色是用苏木和明矾媒染制成，这黄色是由栀子和醋混合制成。只是这种栀子黄暴晒易褪色，只能用于室内的织物，室外织物那种黄色是由槐花蕊加上明矾或者是青矾制成的。走，这是我们人家的木匠房。匠人宋师傅是从老太爷那辈开始就给我们人家制作织机和绣架的，选用的都是上好的木头，细心打磨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你复原双面刻的织机也是请宋师傅改良的吧？不是，人家的人才多着呢，要当当家人就要知道怎么用这些人才。来，这是北宋的宝相花纹，一改唐的奢华富贵之风，变得更加的清丽写实、规整简约，
刻字的手法更是有独到之处。你看，这个花心尾线细密，向外逐渐粗疏，这样花叶就更显层次。最后一步，便是将前面每一个环节汇聚而成的辛劳，在自己手中融会贯通。跟着姐姐一路看下来，如今真的是明白，这一针一线排之不易。你聪慧过人，只要肯静下心来，定能将清月坊的所有关窍学通学透，将来成就远胜于我。大奶奶，您不是盘过账了吗？怎么还在写啊？这不是账，这是我多年来管理人家的心得。您写这些做什么？我怕忘了，所以想要早些整理出来。送去学堂的礼册，都送过去了。送去了。冯先生说，秀山少爷聪明伶俐，收了一个这样的弟子，十分欣慰。秀山要读书，读好书，书读好了，曾宝琴才会有指望，人家才能安稳。淑芳，淑芳，刘妈，淑芳啊，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儿，不过你别说我说的啊。你家那哥哥呀，已经找过你好几趟了，这每次都让二爷找人出去了。我怕你家里有急事儿啊，就过来跟你说一声，你要记着便是啊。多谢刘妈。不谢，那我走了啊。淑芳，你跟任二爷好那是好事啊，那干嘛要瞒着我呀？我是你亲哥。我还能害你啊？有你这样的亲哥吗？你都卖了我2回了。那不是，反正我都是为你好。我还真是谢谢你对我的好。上一次你推我，也是为了我好了。不过现在也好，你把我写了死期。以后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你别来找我了！啊，林淑芳，你敢！林大虎，你敢动手？淑芳，咱俩可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妹啊！我就是看在你还是我亲哥的份上，这些年我把我几乎所有的积蓄都给了你，你最后还是把我卖了200两。林大虎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没有我这个妹妹了。淑芳，淑芳，不许跟着。淑芳，哥错了还不行吗？淑芳，我让你看见淑芳，你让她一个人跑出来了，你现在办事真的是越来越不牢靠。淑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的。走吧。算了，走吧。二爷，谢谢你来找我。你也不用担心我，我在家人这吃过1次亏了，不会吃第2次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二爷，你买下了我的生气。你连这个都知道了？你不要怪他，是我逼他说的。你不要想太多啊，我就是觉得吧，我跟你认识了这么多年，你是个好姑娘，给别人做些太可惜了，所以想着
帮帮你。所以你做这么多，都是因为同情我？不是，不是因为同情。那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淑芳，我真的喜欢你，真的喜欢你。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就一次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真的就一次机会。淑芳，你别哭呀。那如果你真的不愿意的话，我能等。谁让你等了？我愿意。真的？真的？嗯。姐姐，记忆大有长进啊！这阵子关在府里，不是克丝就是刺绣，记忆能不进步吗？只是你到底要关我到什么时候？我不能一直待在这儿。你不是一直盼着跟秀山团聚吗？难道不开心吗？开心。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能看见他，跟他朝夕相处，这是我这些年做梦都不敢想的事。只是我也在提醒自己，我不能沉溺于此。厉昭还在江里，他迟早是要回来的。他回来，如果来找我，我还可以探听一些消息。如果李昭回来，我就让你出去。营生急，生意事事出街，心急通证古今算学宝鉴。姐姐拿这些书来做什么？人家以织造为业，以商发迹100余年，人家的子弟都要学会做生意。你以前学的都是琴棋书画，像这种充满铜臭味的书，你大概都没读过吧？秀山迟早要掌管人家的家业，你是他娘亲，学会了，日后也好帮衬他。我是他娘亲，可你是他母亲，你不帮衬他，我自然也会帮衬他的。如风和淑芳的婚礼定了吗？定了，就在这月底。你把我锁在府里，把你的记忆倾囊相授，又是让我看账本，又让我学习经营之道，还急匆匆的把淑芳给嫁出去，简直像是在安排后事一样。什么叫我急匆匆的要把淑芳嫁出去？若不是因为去年的风波，淑芳跟二叔早就成亲了。你不会想做什么傻事吧？我答应过梁公，会好好活着。你别瞎猜了。
快点，快点！落轿。恭迎大人回府。江宁那边总算都处置妥当了，曹文斌以后不会再派人找我们麻烦了。恭喜大人。你去告诉丁荣，让他最近勤力些，早些把库存的生丝处理好。丁荣对这差事很是上心，您不在的时候，他也常常上门请安。他上心，我才放心把事情交给他。对了，我不在这段日子，沈翠喜怎么样？哦。请您过目。看来这曹文斌跟沈翠喜真是越走越近了啊！这沈翠喜为了曹文斌女儿的婚事这么下功夫，也不怪曹文斌不顾知府身份，下死力气为人家办事。经过曹文斌的大肆宣扬，人家名满江南，总账坊声势日隆，倒压了织造府一头。现在魏良公也死了，沈氏一向谨慎，想再抓到他的错处，恐怕就难了。名满天下也是谤满天下，沈翠喜的死期不会太远了。曹文斌就是一头饿狼，哪里是沈翠喜这个女人能够驾驭得了的？等我把生死的事情处理好，空出手来，再不能放过这妇人了。民妇拜见大人。林大奶奶好大的架子，让本官好等。大人召唤，民妇岂敢耽搁？李昭回苏州了。我不管你和李昭之间有什么恩怨，他这趟去江宁给我找了不少麻烦。如今，上官亲自写信来责骂，只怕我的留任会出大问题。这都是你们人家给我惹的麻烦。任大奶奶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这一趟的留任银子要比上一趟翻上2番。大人，苏州知府是天下的肥缺，每次留任都是流水一样的银子花出去，如今说要再翻上2番，是什么样的富豪之家也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呀？那怎么办？上官此次训诫怒气颇大，若不用银子平息，那用什么平息？大人，我觉得关键在那巡查。真是，你要搞清楚，我可是堂堂的苏州知府，并不是你可以随意指使的知府。我在与你商议留任的事，不要把你和李昭的恩怨拖扯进来。民妇万万不敢。只是大人与李昭如今势同水火，便是大人不与他为难，他怕也要与大人为难。苏州织造府直达天庭，得罪了这样的人，对大人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倒不如趁机抓住李昭的短处发难，一举消除隐患。到时候大人秉公执法，却反遭诬陷责骂，有功无过。大人官声有了，再花少许的银子，留任之事方可痛快解决。你说的可真够好听的。可是李昭狡猾如虎，我派人查了他大半年都没有抓到他的任何把柄。上官在信里命我不许在无端滋事，巡逻的事情不能再办。大人若要再出手，自然是一击必中。民妇在苏州经营多年，行当里也有不少的人脉。等下次拿到确信，再让大人出手。好，
那我就等任大奶奶的消息了。要是这次再抓不到人，就是你任家倾家荡产，你也得给我凑出这留任的银子。大人，若再抓不到确凿的证据，大人留任之事，我任家一定倾尽所有。